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要听劝，正式场合不要穿廉价衣服，应该这样穿才不掉价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前不久，我有幸参与了一场颇具分量的活动，现场布置的既正式又盛大，汇聚了众多职场上的佼佼者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位女士的装扮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选择了一件看起来很廉价的连衣裙，面料质感明显粗糙，款式和剪裁也显得有些奇特，整体给人一种宽松不贴身的感觉。在那些穿着整齐、打扮得体的人群中，她的身影显得格外显眼。从她的一些小动作中，我能察觉到她自己也感受到了一丝不自在。其实，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聊的。无论是职场还是聚会，出席正式场合真的不要穿便宜衣服。其中的原因如何？大家且听我一一道来。一，有质感、有品味、更礼貌。每当出席正式场合，大家都需要认识到一点，那就是正式场合是展示自己形象的最关键时机。此时你的形象就如同名片一般，至关重要。除非是超高性价比的衣服，不仅便宜质量又好，不然廉价衣服多半会在做工、版型等出问题。比如说，可能面料容易起皱、剪裁不合身等等。而正式场合的环境一般比较庄重严肃，当你穿着皱皱巴巴且不合身等缺乏质感的衣服时，那种情形就像在一群优雅的天鹅里混入了一只丑小鸭。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就是这个感觉，整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够精致，而且更有甚者，会让人觉得你对这个场合不够重视，缺乏尊重感，从而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。二，缺乏自信，没底气。姐妹们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穿上一身自己觉得很得体、质感很好的衣服时，整个人都会变得自信起来。而便宜衣服可能因为各种小瑕疵，就像之前提到的女生一样，会让人在心里隐隐觉得不自在。因为在正式场合，自信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会从你的神态举止中表现出来。如果你自己都对自己的穿着不自信，又怎么能在职场、聚会等重要的场合中大方地展现自己呢？所以，姐妹们，在正式场合，大家还是要尽量选择质感好一些的衣服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场合和他人的尊重。下面分享3个购买质感衣服的小秘诀。一，面料质感太重要。面料质感直接决定了衣服的质感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感受，也可以根据面料成分表去辨别。就拿大家常穿的 T 恤来举例，面料克重最好选在180到220克之间，这样的 T 恤不会厚，也不会显得薄透廉价没质感。二，细节之处显贵气。买衣服除了要看面料与设计之外，一些小细节也不能忽视。比如说，很多人都不在意的走线，就如同衣服的脉络，直接影响着质感。好的走线均匀、细腻，没有线头。锁边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，锁边越平整越牢固，越有质感，能让衣服线条看起来更加整洁立体且美观。内衬深藏不露，经常被人忽略，然而它虽然不起眼，却更是展现质感的关键。从颜色、面料以及剪裁，好的质感都会为衣服和穿着者带来更高级的美感。除了以上细节之外，在买衣服的时候也要观察纽扣的质感。我们要观察纽扣的款式，例如珍珠、木质、亚克力纽扣，还要观察它们的质感。好的纽扣质地坚实，不会轻易损坏或掉晒，更能在细节之处展现出高级感。三，版型跟着身材选。不同的身材适合不同的版型，选对版型能让我们的身材尽显优势。
衣服看起来也会更有质感。就拿领子的设计来说，V领是最显瘦的，露出锁骨一半的时候最好看。如果你的脖子不够纤长，深 V 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它能增加肩宽，让脖子看起来细长，从而优化身材比例。大家不妨也根据自己的身材选选看。出席正式社交场合该怎么穿？详细穿搭攻略教你优雅又体面。当服饰从最初的遮羞保暖一跃升级为形象礼仪最重要的载体时，如何穿俨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小事。比如社交穿搭，比起日常穿着的随意，当需要在短时间里将自己隆重地托付给形象衣着时，穿什么衣、化神妆、做什么发、戴什么饰、造什么型、献什么礼仪，则成为反复思量的大事。一个优雅且讲究的女人，在此种事情上断不肯敷衍。今天的时尚分享，就是二类社交穿搭的不同造型展示。通过衣着原则，借由日杂美图，咖啡屋带你们来领略。一、正式场合。出席正式场合不可失礼，是谨遵的底线。基于此， TPO 衣着原则的清晰落地，就是一纸宣言，彰显出舒适且隆重的得体姿态。一般有这些流程：一、认真准备。从接到邀请的那天起，就要有开始为此事筹谋的心理准备。先弄清楚 party 的主题、地点、时间、自己的角色。你想要有怎样的表现？这些细节越明朗，你就有足够的底气去巧思，将个人气质与创意巧妙结合，精心设计出一套行头与计划。二、敲定服饰。正式场合的服饰，华丽也好，简洁也罢，都需要有一股气势。有些气势是明面，而有些则深藏于穿衣人，随着人物鱼贯而出。明面的服饰气势，一在于面料，二在于颜色，三在于配饰珠宝，比如上乘的羊毛、丝、绸、缎、欧根纱，或者高级化纤面料和高科技面料，配合夸张且隆重的裙型以及鲜亮色彩，就是一面 party 旗帜。另外，配饰珠宝的华丽渲染，将造型礼仪的隆重推向极致。精心准备的经典鞋包，彰显个人品味的独特腕表，使你成熟又练达，在最容易出卖审美的场合，一切都要经得起推敲。而隐于暗的气势，多半在衣着人本身。有两个可循的线索：一、气质出众，身材挺拔，见识不凡，素养极好；二、礼服简单，珠宝恰到好处。这两种不同气势，其实就是你需要拿捏的分寸，看清自己，下手自然有侧重。三、细节拿捏。比起日常穿衣，社交 party 中的细节拿捏，不得不无比重视。妆容、发型、鞋包、小物、衣服本身，这些自不必说。关键一点是巧妙的露肤。party 中的露肤势在难免，有时候它反而是一种礼仪。但怎么露，如何能露而高雅，需要每个人掂量分寸。接下来结合以上3点，我们来欣赏6个 party 场景实操。一、藏青礼服搭配简单珠宝。礼服与珠宝需要相得益彰，有时同进退，有时反补差，各中玄妙，全看整体的造型需求以及礼服本身的风格标签。比如藏青色单肩长礼服，颜色大气，款式灵动，面料垂而不散，看起来端庄大气，高贵风雅。选择精致尖头高跟鞋与精致小包，配合精致金链，正相宜。单肩的适度露肤与舒适度也是一流的，不必有太多尴尬担忧，淡定自若，更能释放优雅，使形象与衣着合二为一。而点到即止的金色珠宝，虽全副武装上阵，却井然有序，主次分明，并无夺功之嫌。二、鲜艳礼服搭配夸张珠宝。
鲜艳艳、红彤彤，玫红色感的强烈入眼，预示着这是一场充满硝烟的主味拌美场。夸张夺目，瞬间形成聚焦力，晚会中绝对是焦点。幸好可爱抹胸式设计，黑色细吊带牵拉，用灵动甜美的型来一试鲜艳，也算是一种出路。选择夸张饰品同行，试图与艳色分担影响力。在先发制胜的个性珠宝攻势下，鲜艳玫红反倒成为了点缀色。夸张祖母绿、琥珀色耳饰、玫瑰金戒指，暗自发动一场夺金大赛。当衣服不够大气时，珠宝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。3. 咖啡色礼服搭配金色珠宝。咖啡棕是一种低调的华丽，它不像奶白色那样纯洁无瑕，也不似红色那般张扬夺目，更没有缎面祖母绿、孔雀蓝、紫色那样的贵气逼人。然而，若要找一个颜色与之相提并论，珠光灰的智慧感或许是最恰当的选择。选择咖啡棕，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面料的质感，更因为它所赋予的搭配上的轻奢感。于是，灰褐色的高跟鞋、手拿包，以及略带夸张的淡金色首饰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它的气韵之中，仿佛是天作之合。与流行金饰的时尚潮酷不同，经过拿捏的亮感和色调都与咖啡棕长裙契合不已，含蓄且奔放，低调又激昂。所谓轻奢的华丽，不正是如此吗？4. 黑色长礼服搭配优雅珠宝，收腰放摆，立体剪裁的型呼之欲出，不管裙摆有多繁复，都能节制地优雅着，勾勒出女人独宠的曲线美。挂脖固定，天鹅颈已经盈盈在握，与之配合的鞋包与珠宝点到即止，就为了不破坏衣服的整个美感。配套黑丝手套一戴，身份地位瞬间非凡，小巧精美手表与戒指点缀立马跳脱而出，省却了耳饰以及其他，还是简单点更耐人寻味。5. 中性礼服搭配奢华珠宝。中性礼服的焦点在于领型与西装魂加持，像这种直趋混搭设计，一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淡然大手笔。黑与缎面蓝材质冲突，粒粒分明，收腰鱼尾摆几经迂回的曲线啊，是一件长礼服应有的属于女人味的体面。谦虚之前，奢华珠宝的适当造势，打造出一种不费力的隆重，虽夸张，线条却流畅，一点都不怪异，有理有节，有直有曲，有圆有方。 Party 中的游刃有余正是如此，属于中性的简洁大气，总能荡气回肠，让人回味无穷。6. 可爱礼服搭配时尚珠宝。可爱小礼服裙，俏皮灵动，直冲双眸，型可爱，面料轻盈，有沉稳黑与优雅米双双加持，分寸正好拿捏得当，某些惬意的社交，穿它正好彰显你内在的青春年华。成熟女性的社交并非只有一个面目。选择时尚珠宝点缀，与可爱甜美一呼即应，少端庄多欢快，同样恣意飞扬。2. 生日欢宴，在与闺蜜好友或同事朋友欢聚的生日宴、庆祝宴等场合，选择合适的装扮是件既轻松又讲究的事情。这样的时刻，我们当然要追求轻松自在，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微妙的仪式感。在这样的场合，最合适的莫过于选择那些能够展现个性与时尚感的色彩。通过那些缤纷而雅致的色彩，我们不仅能够表达出对场合的尊重，还能恰到好处地彰显自己的社交礼仪。这样的装扮既不张扬也不失格调，让人在欢庆的氛围中既舒适又得体。1. 淡粉色，淡雅的粉色带着一丝甜蜜与美好，仿佛是欢乐时光的最佳伴侣。在众多庆祝的场合，它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营造出温馨的氛围。穿上一身淡粉色的服装，
无论是直筒还是曲线剪裁，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，展现出别样的韵味。中性风格的外套搭配轻盈飘逸的百褶裙，这种刚柔并济的美感被那柔和的粉色巧妙地引领，而一抹玫粉色的包包作为点缀，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冷暖对比，使得层次感更加鲜明。2. 柠檬黄。柠檬黄是黄色香中最有调性的颜色，有点冷，有点酷，出众格调的独特，刹那脱颖而出。如果是一件柠檬黄连体衣或裤套装，飒帅有型，搭配白色尖头鞋，光泽嫩梨黄小包点缀，从配色到风格双双胜出。3. 浪漫紫。提到浪漫紫，脑海中一定浮现出飘逸与唯美，因此细纱、系带、大袖子全都一股脑出现，丝毫不觉违和。搭配轻奢淡绿黄花伞裙，色调和谐，层次不失，写满风情万种与美丽。好看的印花与华丽是耐得起品鉴的。4. 清新绿。雅绿柔意，与春风共舞，穿上它们貌似搬春上身，太有季节的氛围感了。素色长裙也好，密集印花也罢，雅与盛，怒放有致，颜色之内风格同样变化万千啊。5. 混色。将不同颜色混穿，获得深浅层次反差，将穿色的性质最大化，也将欢艳的氛围穿至最精彩。时髦的美人们总有办法让自己光鲜亮丽起来。淡紫搭配嫩绿，轻奢上衣配利落长裤，竟是平日里难得的华丽大赏。这套搭配中的塞衣角、小包斜背、卷裤脚，都是借鉴亮点。另外，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在正式场合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。中年女人正式场合穿搭切记：少披发，首饰精，鞋子穿高不穿低。正式场合的穿搭不同于日常的休闲随意，这种时候优雅与得体才是我们追求的核心。例如下图的对比，左图和右图谁更适合出席正式场合呢？答案显而易见，右图虽然明媚大气，但整个人看起来美得过分张扬，整套穿搭时尚有余，但沉稳不足。相反，左图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活泼减龄，但整体形象却给人一种气质优雅、端庄大方的感觉。要明白，在某些时候，这种低调且不张扬的美才是对场合最基本的尊重。1. 给中老年女性的正式场合穿搭建议。1. 服装选择。一是不穿花哨纯色为主，虽然花哨的衣服能够抓住别人的眼光，让你成为活动的焦点所在，但我们还是不建议你在正式场合穿花哨的衣服。2是与环境不适配。在正式场合，环境往往显得庄重而严肃，过于华丽的服饰不仅与这种氛围不相称，还可能让人觉得你在刻意吸引注意。穿着打扮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自我表达，它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职业素养。如果你出席的是商务活动，那么你的着装应当体现出得体与大方，这样才能够给同事、上司留下专业和可信赖的印象。这对于你未来的职业道路无疑是有益的。在婚礼、寿宴等由他人主办的活动中，保持低调是基本的礼仪。作为宾客，避免抢走主人的风头是应当遵守的社交准则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挑选正式场合服装时，最好以纯色搭配无图案为主，这样既显服装质感，又能展现我们的华贵气质，同时还不会过于张扬。颜色的话，可以选浅粉色、酒红色、米白色等，这些颜色既显得沉稳大气，又能够衬托出中老年女性的良好的血气感，让我们看起来更精神。2. 裙长及膝，裤不穿紧。女人到了中年，身材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走样，想要在正式场合看起来更体面，裙装是很不错的选择，看起来既优雅又大方，
但有一个注意的点，那就是裙长不能过短，也不能过长，尽量选在小腿肚下面一点，这样既能够修饰腿型，显瘦显轻盈，还不会压身高。但如果想要展现出更干练利落的专业形象，还是建议下装选择裤子，不过要避免选择紧身或者短小的款式，以免暴露身材以及身形的缺点，导致我们无法在场合中从容自信地自处，或者与他人攀谈社交。3. 衣着合身，曲线分明。有个词叫做量身定制，用来表示服装与穿着者的适配性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合身的服装才能够更好地展现穿着者的精神面貌，同时也能更好地衬托出穿着者的气质。因此，出席正式场合时，我们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身材尺码的服装，避免过大显邋遢或过小显局促。此外，对于女性而言，还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收腰设计的服装，以突出腰部线条，展现女性独有的曲线之美。4. 材质考究，避免廉价。就算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在劝大家尽量避免劣质或廉价的服装，以免降低整体造型的档次。更不用说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正式场合了。这种场合还是建议选择面料好点的服装，比如丝绸、雪纺、锦缎等。这些面料不仅触感舒适，而且质感上乘，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自信，同时体现出你的品味和审美。5. 注意场合，不要追求潮流。最后一点也十分重要，正式场合不是一个你去尽情展现美、展现时尚潮流的平台。简单来说，它只是一个社交平台，一个去认识、结交一些新朋友，同时维护已经存在关系的特定场合。因此，在着装打扮上，我们无需太用力。2. 配饰搭配不能随意，细节彰显品味。1. 配饰精致，低调内敛。确定好服装以后，就可以着手挑选配饰了。建议中年女人不管有钱没钱，都不要把自己打扮得跟个暴发户似的穿金戴银，太浮夸，同时也不要选那种太繁重且复杂的首饰，难驾驭。最好像袁泉这样选择简约清新的配饰，量感小但胜在精致，更容易衬托出中年女性的气质与品味。2. 鞋子正式，不要休闲。在正式场合中，鞋子的选择同样需要慎重，建议选择一双正式一点的鞋子，比如说皮鞋或者高跟鞋，会与场合环境更加的适配。此外，鞋子的颜色不要太突兀，要与整体色调相协调。同时，鞋子的舒适度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点，注意鞋跟不要太高，鞋头不要太尖，以免因为鞋子不合适，从而影响我们正常的仪态。3. 包包选小，手提更优雅。包包的话，建议选择小巧而精致的手提包，既能够增添整体造型的优雅感，也方便携带个人物品。像那些过大或者过于休闲的背包、斜挎包等就不用考虑了。此外，在选择手提包时，也要注意材质和颜色，尽量选择皮包，更显成熟稳重，颜色也不要太花，最好与服装颜色相近，才不显突兀。3. 除了穿搭以外，还有以下注意事项。1. 发型整洁。通常来说，在正式场合，我们一般都建议女性将长发扎起来更精神。不过，如果你本身发质条件好，且做了相关的造型，脖子也较为修长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披发，看起来优雅大方。但如果你脖子短，且头发长度、发量等都很尴尬的话，那么还是建议你选择盘发或者简约的编发，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掩盖我们的头型缺点，同时显得更加整洁大方。2. 妆容淡雅。好衣服、好发型都有了，那么纯素颜的脸又怎么能够撑得起整体造型呢？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，还是得有适当的妆容修饰，
才能够掩盖老态，增加血气，提升整体形象的气质。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只需要选择淡雅的妆容就可以了，着重突出皮肤的质感和气色，眼妆加底妆加唇妆，这3个步骤做好就很好。可以使用一些轻薄的底妆产品来修饰肤色，搭配自然的眉形和唇色，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效果。切勿浓妆艳抹，与正式场合的氛围不符。3. 言谈举止要文明。想要在社交场合中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，赢得他人的尊重与喜爱，个人素养不可或缺，尤其是在正式场合，中老年女性更应该保持文明礼貌的态度。在与他人交流时，要注意措辞得体，语气和缓，避免过于激动或失态。此外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姿仪态，肩背要舒展挺拔，不要弯腰驼背，显得没有气质。举止之间也要落落大方，不要过于随意或拘谨，显得小家子气。4. 细节处理不能忽视。一是袜子要隐形，建议选择肤色或与鞋子颜色相近的袜子，确保袜子在视觉上不显突兀，实现隐形效果。这样不仅能够保持整体造型的整洁和统一，还能避免在行走或坐下时露出不雅观的袜子颜色或款式。2是披肩和丝巾2选1。一般来说，室内和户外都有一定的温度差，在参加这种场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一条丝巾或者披肩，这样不仅能够很好的适应温度差，还能增加我们整体造型的优雅感。此外，丝巾和丝巾还能够遮盖住我们手臂皮肤的不足，例如肌皮肤、赘肉、皮肤松垮等。不过，建议中老年女性只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搭配，过多可能会显得过于繁琐，反而影响整体效果。3. 丝袜不要一眼假。对于选择穿丝袜的中老年女性来说，丝袜的质量和颜色选择同样重要，建议选择质地细腻、颜色自然的丝袜，避免选择颜色过于鲜艳或质地粗糙的款式。同时要注意丝袜的贴合度和弹性，确保穿着舒适且不易滑落。如果出现丝袜破损或起球等情况，要及时更换，避免影响整体造型的美观度。总之，中年女性在正式场合穿搭时应注重简约、优雅和得体。只有通过合理的服装选择、配饰搭配以及妆发设计，才能让中年女性在重要场合中展现出自己独有的魅力和风采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